我们就做了一个实测，找了2个老师临摹同样的题材，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来画。一个老师先画深色再画浅色，然后另外一个老师呢先画浅色再画深色。我们经过好几个小时之后的实测，那结果出来了，得到了这2个结果。这一张是高老师画的，他得到的命题是要先从深色先画。那这一幅是我画的，那我的命题是先从浅色先画。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请问高老师，你画多久时间？大概2个半小时。你画2个半小时，那我是1个半小时吗？其实也差不多2个小时。那我想要请问一下高老师，你在执行这一个命题的过程当中顺利不顺利？我感觉还行啊，因为我平常大部分就是类似这种画法。那当然不可能说都是从深色画到浅色，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同的状况，你可能还是要有些变化。那你深色画了哪些地方？可不可以帮我们跟同学说明一下？就是上面画面看到的深色，我大部分都是先画，只是有的时候深色画完之后不够，我浅色画完，我要再补深色啊。所以你的这深色其实都是这些阴影部分嘛？因为我们都是画一区一区的，影片上面还是看得出来啊，什么时候笔是深色，什么时候笔是浅色。你觉得这个规定有没有给你困扰？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平常大部分就是这样画，只是你画到后面顺手还是不一定会完全按照这个方式。那高老师你觉得效果如何？我自己觉得先画深色之后，你再用浅色去，会把那个深色有点晕开的感觉，看起来就会比较自然。好，那这一幅呢是我画的，然后我得到的命题是先从浅色开始画。那我自己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命题对我产生很大的困扰，可能我比较乖或比较听话吧，就是所有的命题都会对我产生某一种程度的制约效果这样子。因为我自己也会在油性色铅笔里面先画阴影，所以这个命题对我来讲是反过来的。我自己觉得很矮油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效果，是因为没有深色在那里，我会不知道浅色要画到什么程度，我会不知道浅色什么时候停止，而且浅色其实也有好几种层次的浅，浅要到多浅，浅当中的深要到多深才要停手。我觉得反而会有点像在茫茫大海当中游泳，会比较没有依靠的那种感觉。大家可能在看我的实测的这影片过程当中，到最后其实我是忘掉这一个命题的，我会是深浅深浅深浅在那边互换但是出来的结果我自己还算满意啦，清新的一种感觉这样子。那我在想，如果你先从深色的画起来，也许在立体感上面呢，可能会效果比较好，但是可能会少了那么一点清透，尤其是植物它会需要一种清透或者是通透感。那如果先从浅色画，其实你会分外的小心，有可能你深色到最后上不去等等的，反而造成的效果更清新一点的。看各位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这样子。各位看影片从一开始然后看到刚刚，其实都不是我想要跟各位说的重要的话，重要的事情现在才要开始讲。 OK， 绘画创作的过程呢会有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线稿，第二个步骤呢调色，尤其是油画或者是水彩来讲，都会先在调色板上面调到你要的颜色，再把它画到画纸上面。可是我们油性色铅笔是没有调色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没有地方是先在外面调好然后再勾上去，对于我们来讲叫 layering 叠色。好，那你了不起就是叠上去把它混色均匀，主要我们的动作叫做叠色。那叠色呢就是1支以上的色铅笔先画什么再画什么这样的，这个叫叠色。那第3个动作当然就是上色。对于我们色铅笔来讲，你在叠色的过程同时间也在上色。油色铅在绘画过程当中跟一些比较传统媒材是不太一样的。第二个我想要先讲的东西就是大家对于深色或浅色，我以前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先
就是会先待一下这样子。因为深或浅在色彩学里面是不会用深或浅这一个概念来概括的。如果你们有上过我的课，你会得到色彩的3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叫做色相，色相呢就是不同的颜色，譬如说红色、蓝色、橘色等，这些都称之为色相。色相本身是没有所谓的深浅的观念。譬如说我们常常在用红色或者是绿色去混出很漂亮的深棕色，你红色绿色你会先画哪一个？你会先画红还是绿？ OK， 你会先画深，那深是谁？红跟绿谁比较深？所以对于色相来讲，它就是不同的色相，它都是平等的，它没有深浅的观念。你会得到深浅的观念呢，会来自于另外2个概念，叫做彩度或者是叫纯度。彩度或者是纯度下降是来自于它不纯，它的彩度会下降，它不是本身就有深浅的问题，它是因为混了不同的色相的颜色，于是创造出你感觉上好像会有深浅的问题，但是它本身是没有深浅的问题的。第3个概念呢，叫做明度。譬如这个东西原来的颜色它就是一个红色，它的固有色叫做红色，可是这个红色在光线充足的地方，它的明度会高，因为它会反射光，在光线达不到的地方会是阴影，那它的明度就会下降。在这里其实也没有所谓的深浅问题，它是明度高明度低，它是加了白或者是加了对比色或甚至是加了黑所造成的明度的高或低，它本身其实是没有所谓的深浅问题。所以你要真的就色彩学的观念来讲，去问出先画深还是深画浅不是那么准确或是不是那么精确的问题，讲白话一点就是你问错问题了所以对于看到浅色或看到深色，其实你要去问的是它是彩度高彩度低，还是明度高还是明度低。那既然彩度高或低，明度的高或低，其实是别的解决方法来的，不是先什么后什么，它是要混什么的问题。譬如说我们要如何混出一个漂亮的彩度低的颜色，你可以互补色，在色环的对面的互补色，其实它才是正确的回答。那至于在这互补色里面，譬如说红色绿色是很明显的互补色，它们能够混出很漂亮的深棕色，这个时候它没有所谓的深或浅，也没有所谓的先或后这样子的观念在这里面。我不晓得大家这样能不能理解。所以对于绘画创作者来讲，回到色彩学理论来去出发来思考，然后思考不出来之后再来问问题，你从色彩学理论去出发，调整你的思维，就会调整你的问题，然后之后再回到实物面，你在操作的时候，大家更要重视的几件事情是你的直觉。所以为什么高老师说这我本来就是这样画，或者是我不会这样画，我不会遵照这个命题等等的，那个就是每一个艺术家他唯一依赖的东西，就是他在有一定的理论架构之下，他唯一能依靠的东西不是规则，不是通则，不是惯例，而是直觉。那你说老师我没有这个直觉这个东西也许与生俱来，也许靠经验培养，它的确说实在的，它不是数学，就是你来套用这个公式，我套用这个公式所算出来结果是一样，就没有这种事情。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艺术是一种玄学，而艺术里面的玄学里面色彩更是玄学当中的玄学，因为它跟每一个艺术家他的状态，他当下的感觉，眼睛耳朵五感他捕捉到的东西都会影响到他的直觉，跟影响到他对于色彩的判断以及使用。所以为什么艺术品之所以为艺术品，它为什么如此的珍贵，是因为它无可复制，它没有规则所源，它就很像是这个时空当中的一个火花，你没有办法重置当时，你没有办法去复制当时的美丽或者是当时的感动，你无法100%去复制，哪怕你能够复制出
1000幅蒙娜丽莎的微笑，可是真实的蒙娜丽莎微笑就是在那个时间点，由那一个人他在当下的情境，他当下的天分，他当下的能力，他当下的体力，他当下的心能，在这么多因缘具足之下能创造出来唯一的东西，这才是真正所谓的艺术品。那你说老师我有没有要当艺术家？对，你没有要当艺术家没有问题，但是我们都希望当我们的学生，然后从事植物艺术的这个创作，你都能够享受到那一个无可复制的当下跟瞬间。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去启用你的直觉。那你说老师直觉会造成失败，失败又如何？对于艺术品来讲，我不认为有所谓真正的失败，就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归到就像小朋友一样 OK， 你看我去教小朋友画画，小朋友是绝对不会问说老师我要先用什么颜色，小朋友想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而那个时候的创作是最快乐的。只不过是说大人那个时候的快乐被剥夺了，你也丧失了快乐的本能，那我们就利用现在这个创作，你找回你快乐的本能，回归到只用自己直觉的又独立又快乐的时光，好吗？